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来讲到我们的第7节，我们的这个上节课的这个鞋顶已经画好了，画好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往后面去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调我们的这个模胚了，对吧？那我们这里面我们去调这个模胚的话，那么我们要怎么去确定这里面的这个模胚的这些大小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这个模胚这里面我们的这个长宽，对不对？长宽这里面呢，你就自己去看我们的这里的这个模人模人这里面大小，你要看到这里面去给它加这个长宽这个大小就行了，120。那么120的话，你像我们这里一般我们就是加到一个像这种外面没结构的，我们就加个50-60左右就行了。你像我们这个的话，你加个50-60就300，就是120加个100，加个100多，那么我们在300用到300左右的应该就够了。300左右的话就是单边加到90了。那我们可以用一个27左右，25的话可能有点小因为这个300模的时候，我们这个边上我们要去加拉杆一系列的这些零件，那我们就暂定在300左右。长度这一块呢长度这一块我们也同样的是按照这个大概的这个数去加起了180的话，我们这里可能要到350左右。那么我们这个高度呢，高度可以量一下，高度我们这里前模这边呢，我们就加到35，把这个65我们就前模给它做到100。后模这边呢，后模这边45的话，我们就给它加个也加个45，90，那就是100的90了。那我们这里面就可以直接来调一下。至于这个长宽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自己你可以自己调出来之后，这个模胚调出来之后，你可以看情况，你可以去增加，对不对？那我们这个30的稍微的好像够用，30的有点宽，那我们这里可以省一点，37、30的就差不多这个模胚这里面我们就稍微的强壮一点。我们如果是35的话，就稍微的也可以用得到可以用得到。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直接用一个35的嘛，35、30的 A 版就100，小的我们就小点去做90。那么这里面我们的方铁这里面我们是顶出是30，这里面就40了，80这里面。那么到时候我们这里面呢，我们还是有这个鞋顶，那我们还是就稍微的把这个方铁给它加高一点点加到100吧。但具体的这个看你自己公司里面这个鞋顶怎么去做那如果你做80什么的，到时候你这里面你去加个纤维柱高度就只有10毫米高，那也行这个方铁这里面看你自己怎么去做这里面鞋顶有的公司里面鞋顶是把鞋顶直接做上来的，它在 B 板这里面就不去做那导向块一系列的东西在 B 板这里就全部避空的。那有的公司里面呢是要求这个鞋顶做下面它做到下面，那么这上面要去加这个导向块什么的，那这种的话你就可能你这里面你就留的稍微的就要留高一点。那如果我们做第一种这种我们这样子去做的话，那我这里面我就用80的就没所谓这里顶出是，但是我做一个10毫米高的这个纤维柱就 OK 了，做个10毫米的高的纤维柱，到时候我的鞋顶呢可以直接顶上去，到时候我在 B 板这里面整通，那我们就用这种来也行吧。那我们就直接这样子调一个这个模胚出来。那你看我们这里面我们这个模胚大概就调出来了，调出来之后呢，我们从这边你可以量一下，这里到这里面大概就60也足够了这里面我们就足够了大小也差不多够用我们这个小模具，到时候我们这里拉杆什么的我们都可以用小一点的，对吧用个16的左右的这个拉杆就行了，放到4个角落这边这里再去放我们的这个胶塞什么的足够。那我们就用这个这么大的这个模胚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模胚整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接着继续去完善我们这里面的这个东西你像我们这里面我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这边这些全部的关掉之后呢，干嘛呢？我就可以去做我们的这里面的这个开框了这里面我们在后模胚里面我们要做出来之后，我们再来去调到我们的这个鞋顶鞋顶做这些东西。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个开框直接点这里面，我们可以来一个用外挂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剪掉了，剪掉在我们这里面看的是这样子来，这样子看你就是我们4周0对0的，对吧？这个小模具我们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去做这个做这个避空的。我们这里面怎么看的是有点不对劲呢？这个边怎么这里看到有间隙呢？是我们这个显示的问题还是怎么问题？看一下，量一下有5个丝的这样子的这个间隙
啊，这个就有点不对劲。啊，这里面我们这个位置啊，魔人是整数，那这里面为什么我们这个开框开出了这个小数来了啊？那这里面我们就隐藏掉它，我们重新啊自己去做一个。那这样子的话，确认一下我们这个魔人这里面有没有问题？这个边缘怎么会有一个？它这个边缘是不直吗？啊，看来还是真是。是我们这里面是在处理的时候，这里面去整出了这个角度啊，是在什么时候啊？去操作了一个小角度，这里面出来了。那这里面我们这个就是不对的啊，这里面我们发现了，我们就要去改掉它啊，120。那么我们这里面我们就直接从这里面给它偏个120出来。你自己在啊工作当中在做事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发现了这种问题啊，我们就一定及时的把它给调整过来。啊，这里面还不给啊，他还不给我们这里去替换，不给替换我们这里面，我们就给他切一刀呗。啊，还不行。看一下是他哪个地方不给我们这里去替换的。好了，那这里面它这个地方是比较多了啊，那我们这里试一下这边，看能不能直接求差。又在目标体之外。那它这个魔人，我们这个魔人这里面它是怎么回事？是显示，确实这里面是显示了这个问题啊。显示这里面是有那么大，但是这里面它只有啊5个缪啊。啊，这样子切也不给切，切也不给切啊！我们这里替换也不给替换，这个看来就是这个魔人这里面稍微的出现了一点点的小瑕疵，我们试一下看能不能偏置进去呢？啊，偏置就可以我们偏个负0.1进去。偏进去之后，我们再来试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前模这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前模这里面好像就不是。啊，它这里面是应该是这个面有点出现变形了。啊，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偏完之后，这里面它就可以了啊，那这里面就没问题了，变成整数了。OK， 那没问题，我们就接着继续。把我们刚才做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就给它删掉了。删掉之后，我们再来，那么这个前模放进去，隐藏掉。那重新再来，我们来开框，应该就是啊，它不会有我们刚才的这种情况了吧？啊，没有了。那这里面我们这个量一下，啊，120，那没问题了啊，这个变成整数了。那这里面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啊，接下来干啥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调我们的这个啊斜顶的了，直接选这里面，比如我们斜顶你要用哪一种座子，对不对？你可以用这种，你可以用这种滚轮的啊。具体的这个看你公司里面啊，你的这个斜顶的这个形状，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梯形槽。你像我们这个它的斜顶啊，宽度只有6毫米，这样子做梯形槽的话，这个梯槽啊挂进去可能挂的不太好，你可以选择用这种的啊，加个滚轮用打销钉的这种。那我们这个可能就稍微的好一点，这里面行程你这里调整一下啊，调到30。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这里面，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的啊斜顶这里面你可以不用它这个标准尺寸啊，我们这里面就自己去弄。这个高度呢，我们可以给它整高一点，整到这里面。你这个你就不要平到这里面，我们最好是从这里面你可以给它下来啊，下来5毫米这样子的，这样子大概的这个距离你就来一个应用。那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斜顶啊。在 B 板上面，这里面我们就空掉，这里面我们就是啊，你可以不用去加这个耐磨块，就是这样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斜顶做加高，就是减短了我们斜顶的高度，减短了斜顶的高度呢，那我们这里面，对吧？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东西就啊可以解决它了啊，这里面就是减小斜顶的高度，我们斜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它的长度变短的话，那我们斜顶的这里面就不怕啊，就不容易断掉。
那如果你的斜顶做到下面，那有的公司里面要求就是在这里面要去加一个导向块。你加导向块的目的就是干嘛呢？你这里整个斜顶，你斜顶比较长了，你斜顶做在下面，那么整个这一段没有一个着力点，那么就需要干嘛呢？就需要你在这里面去加导向块去做一个着力点啊，给它有一个导向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里面你做这种动作，我们就直接可以这样子去做就行了啊。直接上面这里面我们闭空，那在我们的 B 板上面呢，我们就可以，你可以选择直接把这个 B 板这里面全部给它做空上去。那你也可以怎么样呢？你也可以选择不用这样子做了，把整个 B 板挖掉了，对不对？把整个 B 板这里面挖了啊，挖了之后你影响这个强度，同时我们这里面呢，它还有我们的这些相间，到时候中间这里面万一是中间我们到时候还说啊有相针的，你把这里整个 B 板这里挖空的话，那么到时候这个针可能会从这里掉下来，对不对？那我们就直接这样子求个叉之后呢，那么我们把斜顶这里面闭空孔给它做出来，是吧？这里单边闭空一个0.5，这里面我们在 B 板上面这里面这个斜顶就是一个过的啊，就是从这里面过孔啊，它这里面就不会去导向我们这样子做的目的呢，这个斜顶的这个过孔在模板上面加工，那就没问题了。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这个斜顶就做成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斜顶我们这里就 OK 可以就完成了，是吧？整个斜顶这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子了，我们这里就不去加导向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斜顶就完成了啊。我们这节课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